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人总是不自觉地给各种事物贴上标签。就比如男孩子就该喜欢蓝色，喜欢玩小汽车和恐龙，而粉色和洋娃娃就该是女孩子们的专属。其实这也是在给孩子们受限。或许在尝试过粉红色后，男孩子也能彻底爱上呢。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人物，他为了妻子的艺术事业，不惜穿上女装当模特，可没想到竟然唤醒了内心深处的另一面。从此，这对夫妻变成了好姐妹。有人认为妻子本身就有女同倾向，她这么做其实就是把丈夫掰弯了而已。而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？埃纳尔·维格纳就是这期视频的主人公。1882年12月28日，他出生于丹麦的瓦埃勒，是家中4个孩子当中最大的那一个。埃纳尔从小就留着长发，皮肤白皙，再加上说话声音特别轻柔，经常被兄弟们嘲笑像个女孩子。不过，由于他表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，1902年顺利考进了丹麦皇家艺术学院，从此踏上了艺术之路。在校期间，埃纳尔遇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格尔达·维格纳，对方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，尤其擅长为时尚杂志绘制画图，多数是身穿奢华礼服的女性肖像。埃纳尔与格尔达在一起情投意合，很快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婚后，两人相互努力，扶持彼此的事业。很快，埃纳尔成为了小有名气的风景画画家，而格尔达则继续主攻擅长的插画创作。外人看起来简直就是一对神仙眷侣，羡煞旁人。随着埃纳尔的名气越来越大，格尔达也希望自己的绘画事业能够更上一层楼。然而，在1908年的某一天，事先约好的一名演员朋友安娜·拉森临时有事，没办法给格尔达当模特了。一时间，格尔达非常失落，好的灵感就这么白白的浪费，实在可惜。说不定这会是一次完美的创作。正当她急忙寻找新的模特时，安娜在电话里面提议，丈夫埃纳尔身形清瘦，可以让她代替自己。起初，埃纳尔是拒绝的，当时风气也没有现在这么的开放，要一个大男人穿上女性的长筒袜、连衣裙，实在是奇怪。可格尔达一时间也找不到别的模特人选了，便再三要求丈夫帮个忙。最后，在妻子的恳求下，埃纳尔勉强换上了漂亮的蕾丝芭蕾舞服，同时还戴上了假发，模仿着女性摆好姿势。谁能想到，穿着女装的埃纳尔非常惊艳，美艳程度超过了大多数女性，就连格尔达都快认不出眼前的这个美女实际上是自己的丈夫。她非常满意这位模特。后来，安娜到工作室拜访，也称赞安纳尔的女装，甚至还开玩笑说是不是被上帝搞错了性别。而自此以后，安纳尔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——莉莉。这也是后来格尔达作品当中最常出现的模特角色。实际上，自穿上女装的那一刻起，埃纳尔意外地发现自己并没有这么的抗拒，反倒是很享受穿着漂亮服饰的感觉，因此欣然接受了美女莉莉的身份。他开始频繁充当妻子的模特，有时候一天的女装时间甚至还超过了男装，就连埃纳尔自己的绘画事业也一度停摆。好景不长，由于莉莉频繁出现在格尔达的画作中，人们逐渐看出了端倪。格尔达临摹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她的丈夫，一时间流言四起，埃纳尔被视为异类。这对夫妻在当地的名声也逐渐一败涂地。眼看传统保守的家乡是容不下他们了，埃纳尔也不愿意向世俗妥协，于是准备和妻子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。那里聚集了大量追求时尚的艺术家们，思想前卫。埃纳尔坚信巴黎绝对能够容纳自己。随后，在1912年，这对夫妇正式搬到巴黎居住，而格尔达也开始鼓励丈夫在外出时也打扮成莉莉的模样，而不是只在家里充当模特。从此，埃纳尔便开始长期以女性身份出现在各大社交场合中。她自称为格尔达的妹妹，从外地来的，充当姐姐创作的模特。而这位身穿昂贵礼服和皮草的莉莉非常养眼，所以这对姐妹花很快就成为了各大派对的宠儿。就这样，夫妻姐妹花的生活保持了10多年，只有几位非常亲密的伙伴才知道他们的秘密。而埃纳尔也早已习惯作为女人的生活，她能够在社交舞会上与毫无界限的男人喝酒调情，也能与妻子在家举行派对，招待宾客，不露一丝痕迹。在此过程中，埃纳尔内心也越来越渴望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。他也向妻子坦白，自己好像更喜欢莉莉的身份，从前那个男人已经远去了。为了妻子的艺术事业，丈夫不惜穿起女装充当模特，可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，这竟然唤醒了他内心深处渴望成为女性的一面。自此以后，一对夫妻成为了真正的好姐妹。然而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。巴黎的生活确实是自由开放的，可莉莉发现自己虽然已经做到了完全女性化的装扮，但褪去这些华丽的服饰，身体仍然是个男儿身，这让她感到非常不舒服。正所谓无求无欲，可人性一旦萌生了某个念头，就像是埋下了一颗种子，慢慢会生根发芽。莉莉渴望从内到外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，而这一念头也驱使她在世界各地寻找愿意帮助她的医生。
其实，在那个年代，几乎是没有同性恋的概念的，更不要说什么跨性别主义、变性手术之类的。当一个男人想变成女人，而且不仅局限于女装，那他就会被视为精神疾病，得治一治了。果不其然，这对夫妻辗转于欧洲各大医院，所有医生都将埃纳尔的内心冲突归结于癔症。而这一阶段的埃纳尔几乎绝望到谷底，他整天郁郁寡欢，始终无法与自己的男性躯体和解，甚至都计划好了自杀日期，1930年5月1日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1930年的2月，有朋友为他们介绍了科特医生和性学专家马格纳斯，后者在德国有一家性学科研究所，当时正在研究一种叫做异性癖的概念。显然，埃纳尔的情况完全符合马格纳斯的研究。在简单交流过后，医生总结出，埃纳尔实际上是一名困在男性躯体当中的女性。为了尽快让她下定决心，马格纳斯声称，这项手术过后，她可以彻底告别男性身份。果然，这句话对埃纳尔来说特别受用，他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德国，准备接受手术。3月5日是埃纳尔的第一次手术，他的男性生殖器被成功切除。在此过程中，这对夫妻通过举办画展筹集手术资金。后来的第二次手术，医生往埃纳尔的体内移植了一对来自年轻女性的卵巢，可惜手术后产生了严重的排异反应。无奈之下，埃纳尔又一次接受手术，把卵巢摘除。据说前前后后，埃纳尔的变性过程总共经历了4次大型手术，但由于马格纳斯撰写的医疗记录在1933年遭到了纳粹的破坏，所以很多手术细节都已经不得而知。只可惜这些手术在当时是相当具有开创性的。自从接触手术后，埃纳尔感觉自己重获了新生，性格发生变化的同时，就连曾经热爱的艺术事业也彻底放弃。他认为自己对艺术的创造力只属于之前的男性躯体，所以埃纳尔必须摒弃掉这些。另外，他正式申请改名为莉莉易北，还获得了一本女性身份的护照。随后，在1930年9月，丹麦国王宣布埃纳尔与格尔德的婚姻无效。其实一路走来，这对夫妻受到了大量的质疑和批判，眼看挺过来了，他们却和平分手。仔细想来也算是情理之中吧，毕竟格尔达一直在追求艺术事业，可随着埃纳尔把生活重心转移到了变性上，最后甚至为此完全脱离了艺术圈，他们两个人也是注定要分道扬镳的。不过也有人认为格尔达从一开始就是女同，她就是把丈夫掰弯了。但是离婚过后，格尔达却和一名意大利军官再婚，搬去了摩洛哥，所以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。而另一边，莉莉终于能够抛开所有世俗的束缚，真正做自己。后来她还接受了老朋友克劳德的求婚。然而，在真正以女性身份结婚之前，莉莉决定再做一次手术，从而确保她能够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，甚至成为一名母亲。可这次手术实在太过冒险，医生不仅要为她移植子宫，还要放置一个人造生殖器，当时的医疗条件根本就无法支持。不幸的是，手术失败了。术后，莉莉被并发症折磨得不轻，而当时也没有什么可以对抗排异反应的药物。莉莉深知这次自己是挺不过去了，于是分别给家人和朋友们寄去了告别信。1931年9月13日，莉莉最终因感染引起的心脏骤停而去世。正如她在告别信当中所说的，回顾过去充当女性角色的经历，那都是人生当中非常值得怀念的日子。她这一生死而无憾。只可惜莉莉易北的人生故事存在着太多的空白，这使得有部分人误以为这是虚构的故事。可实际上，曾经的德国性科学研究所保存了不少有关于她的文字记载，但在二战时期的枪林弹雨中全部被摧毁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部分大多都是来自莉莉当年的日记和信件。没想到1个世纪前就有如此超前的故事。不管怎么样，莉莉也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。可没有办法，医疗条件是硬伤。假如她不做最后一次手术，或许还能够多活几年。但她心中已经有了这个执念，手术也只是早晚的事情。那如果大家想深度了解莉莉的故事，可以观看这部名为《丹麦女孩》的电影，就是改编自她的经历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莉莉的事迹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不用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